袁彻穿的睡袍是黑色，乔洛穿的是白色。乔洛躺进了被子里，再次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他们今晚要盖同一个被子，真正意义上的同床共枕。袁彻还在光脑上看一些文件和消息，乔洛侧躺着，不由盯着袁彻的侧脸出神，银白的发丝柔顺的垂落在肩膀上，那优越的侧颜连起伏都格外精致，尤其是结语。乔洛看着那纤长的结语煽动，看着看着就迷糊起来，睡意袭来，他闭上眼睛，逐渐陷入睡眠。然而忽然间，床边一现，乔洛又清醒了，再睁开眼睛，床头明亮的灯光已经熄灭，而原本靠坐在床边的人，此时已经躺了下来，就在距离他半臂的地方。这床是袁彻的，再加上袁彻又离乔洛这么近，那股凛然的血的味道几乎将他全部包裹住。乔洛想翻个身，背对着袁彻，这样也能自在一些。但正在这时，袁彻忽然开口：“乔洛，你睡了吗？”乔洛一时没有吭声，因为他有点怕接不住袁彻的话。然而也就是因为他没吭声，所以紧接着一条手臂就搭在了他的腰上，随后他的脸就贴上了一个温暖宽阔的胸膛。他现在被按在了袁彻的怀里，乔洛有点不敢相信，没想到袁彻看起来那样禁欲，竟然也会在他睡着后将他抱进怀里。不过也只是抱进怀里而已，不过躺在袁彻的怀里确实更有安全感。他闭上眼睛，再次逐渐陷入睡眠。然而没多久，他就感觉到了有点不对劲。不对劲的主要是袁彻，因为袁彻的呼吸声明显没有平常那样平稳，而且袁彻的身体也格外的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袁彻生病了？乔洛有些担心，刚想抬手摸一下袁彻的额头，问问他怎么了，就感受到了某个地方的存在感，他登时脸就红了。不是生病，而是乔洛的身体僵住了，他一动不敢动，生怕他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引起什么。但在战战兢兢中，他发现袁彻似乎一直在隐忍克制，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袁彻也没有对他动手动脚，但也没有放开他。乔洛想到了什么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鼓起勇气说道：“阿彻，要不要我帮你？”听到乔洛的这句话，袁彻整个人的紧绷起来。你还没有睡吗？乔洛将头埋进袁彻的怀里。阿彻，我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帮你，我知道可以用手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说完，乔洛紧张又羞涩，他怕袁彻觉得自己太过放浪，但是如果袁彻答应，他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的那些事，心里的情绪太过复杂。乔洛的脑海中仿佛有无数的声音。好在袁彻很快回应：“乔洛，你真的愿意帮我吗？”“我愿意的。”于是袁彻找到了乔洛的手，并握着乔洛的手往下探去。2个小时后，乔洛的手即使已经被袁彻洗干净，甚至还涂了护手霜，驱散了上面浓郁的性激素的气味，但乔洛依然觉得有些不敢直视他。这只手刚刚竟然还有袁彻的身体。以前乔洛只在生理课上通过模型知道 Alpha 和 Omega 的生理构造差异，但是今天却是切身体验。他也知道 Alpha 的差异性，但也没想到袁彻竟然会这样的壮观。确实应了那句 Alpha 的精神力越是强大，性激素就越是强大，身体就越是强大。没有 Omega 不喜欢身体强壮的 Alpha。乔洛脸上的热度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散下去，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刚才的那些画面，即便不看画面，手上也残留着那些感觉。真是，乔洛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睡着，但很可惜，他失败了。不过袁彻洗漱过后回来，还是像刚才一样把乔洛揽进了怀里。他知道乔洛没有睡，所以他用头抵着乔洛的头蹭了蹭，低声说道：“乔洛，刚刚谢谢你。”乔洛闷声道：“不用谢。”是不用谢，毕竟以后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互帮互助的关系。乔洛的脸更红了，袁彻不用看就知道，他也不逗人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睡吧，这次不会再影响你睡觉了。经过刚刚的折腾，乔洛确实已经免疫了这样近的距离，加上疲乏，这次乔洛很快就在袁彻的怀里睡着了。隔天，乔洛醒来的时候还在袁彻的怀里，而这次袁彻先一步醒来，所以乔洛一睁开眼睛就对上了袁彻那双湛蓝如海般的眼瞳，他忍不住勾起唇角，而下一瞬，袁彻在他的眉心处落下一个亲吻。洛洛，早上好。洛洛这个称呼，以前乔洛的父亲母亲是叫过的，管家也这么叫过他，那些都是曾经最疼爱他的人。这让乔洛觉得袁彻就是下一个陪伴在他身边的那个不可或缺的人。阿彻早上好。袁彻抱着人，也无比的心满意足。他问乔洛：“习惯了吗？”经过一晚上的亲密相处，乔洛已然习惯了和袁彻这样近距离的腻在一起。袁彻又问：“那要不要搬过来住？”乔洛眨了眨眼睛，好像对我来说有点太快了。没事，我等你。早上洗漱吃完早饭过后，乔洛就直接去了实验室。何真和程无忧已经到了那里，他们再次开始实验，每个人都比之前要更加认真。晚上乔洛待到更晚，袁彻亲自将他送回家。现在小猫长大了一些，跟着乔洛两边来回跑，倒也一点不害怕。回到家，乔洛将他们从包里放出来，2小只就大步向前开始巡逻。袁彻看着不禁说道：“有平平安安陪你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乔洛陪着袁彻走到飞行器前，那你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袁彻点点头，不过却没有直接走，而是盯着乔洛的唇瓣。要说第一次乔洛反应不过来，这次就不会了。他弯起唇角，向前一步，揽住了袁彻的脖颈，然后仰头将自己的唇瓣送上去，唇瓣相应，一个亲吻。袁彻克制着自己，没有将这个吻加深，而是一触即离，和乔洛告别上了飞行器。走了，明天见。乔洛挥挥手，看着袁彻飞行器的身影在空中消失，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不舍的，但是乔洛觉得还是要给他时间适应一下。乔洛转身回房，却没注意到不远处的一棵景观树后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正是霍云生。自从和乔洛解除婚约后，霍云生心里就一直不甘，他交了一帮朋友，整天花天酒地，似乎这样就能忘记一切烦恼，而他的那些朋友不过就是一群墙头草，只捡着霍云生想听的话说。以前支持霍云生欺负乔洛，现在又撺掇着霍云生把人抢回来，不就是一个 Omega 吗？本来就是你的，抢回来又怎么样？就是啊，他又没结婚 ，Omega 吗？你标记了他，他就只能和你在一起。兄弟，听我的没错，想要就去抢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这些话不断回荡在霍云生的脑海中，让他越来越压抑不住自己。是啊，不过一个 Omega， 之前就是他太过纵容对方，不然现在乔洛早就是他的 Omega 了。本想着乔洛身边那个 Alpha 太过强大，他必须要找机会下手才行。现在看来，乔洛跟那个 Alpha 并不住在一起，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。霍云生想了想，先回去了。隔天，他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渠道买到了诱导发情药剂，然后再次在这个时间来到了乔洛家里。看到窗户里面透出的灯光，霍云生开始给乔洛发消息。乔洛此时正在整理这2天的实验记录和数据，2只小猫在他周围打闹，时不时的还会故意踩在纸张上面。乔洛不由将小猫捏着后颈提到一边，但他们很快又围了过来。乔洛忍不住拍了照片发给袁彻，照片刚刚发送过去，就收到了一条陌生来信。其实倒也不陌生，只不过乔洛已经将霍云生的联系方式删除，没想到霍云生会再次联系他。他本来没想打开，但那消息一条接着一条，乔洛只能在光脑上把霍云生拉黑，但难免看到了霍云生发送的消息。乔洛，我看到了慕容影，他好像和一个 Omega 在一起，我去质问他，但是被他用精神力攻击了。乔洛，我好像受了伤，能不能麻烦你帮帮我？我就在你家附近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霍云生还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确实是他家附近，但是霍云生这话一看就是假的。霍云生在引他出去吗？乔洛不傻，霍云生受伤可以联系霍家的人，找他做什么？他没打算搭理霍云生，想给袁彻发消息，但见到小猫们突然警惕的竖起耳朵，盯着门口。门前有人吗？看霍云生发的照片，是在他家附近，但并没有那么近，应该不是霍云生。那会是什么？不管怎么样，乔洛也没打算出去，他想着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严，但刚走到大门处，就透过监控看到门外有一个身影倒在那里。乔洛仔细一看，还真的是霍云生，怎么就刚刚好倒在他家门口呢？乔洛总觉得不对，但是这样倒着也不是个事。他先是给袁彻发了条消息，然后想了想，只把门开了一条缝，喊霍云生的名字。霍云生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地上的人动了动，费力的转头看向他。乔洛，帮帮我。乔洛依旧保持着警惕心，我不是医生，可能帮不了你。你是有哪里受伤了吗？我帮你叫医生。不是。霍云生往这边挪着。乔洛，你只用给我一些水就好，如果你不想见我，我等下缓一缓就走。霍云生做足了可怜的姿态。乔洛看了他一眼，也只想着早点让他走，于是他转身想要给霍云生倒杯水，然而没想到原本躺在地上的霍云生骤然站起来，扶住了那扇马上关闭的门。乔洛关不上门，立时察觉到了危险，感觉到背后的风声。乔洛知道这门可能是关不上了，他立马放弃这扇门，往屋内跑，冲向自己的卧室。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，霍云生长腿一迈，还是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一扯，甩到了自己的怀里。霍云生抱住了乔洛，下一刻他就将药剂喷雾直接对着乔洛的脸喷了一下。这动作太突然，乔洛完全没有想到，来不及闭气的他将那些喷雾全部都吸了进去，对上霍云生有些癫狂的神色。乔洛心神俱颤，你喷的是什么？乔洛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当我的未婚夫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现在我要收回来。乔洛摇头挣扎着，你疯了。霍云生却是笑着点头，是，我疯了，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Omega， 但你的心思却从来没有放到我的身上过。霍云生，你原本就不喜欢我，我的心思凭什么要放在你身上？乔洛奋力挣扎反抗，但很显然 Omega 的力量在 Alpha 面前都是徒劳的。霍云生轻轻松松就控制住了他，然后抱着乔洛，将乔洛按在了沙发上。卧室里的2只小猫似乎感受到了主人正在遭遇不好的事情，急得喵喵叫。乔洛这时十分庆幸，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将小猫关在了卧室里。当乔洛感觉到自己身体内和腺体处的异样，他几乎猜到了那喷雾的成分。他一边释放着自己的信息素，
一边慌张的推着霍云生。霍云生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就算今天得逞了，以后我也……霍云生捏住了乔洛的下巴，语气格外残忍。乔洛，我也没想以后能得到你，只要今天我标记了你，我哪管什么以后。说着，霍云生毫不在意的用纸巾擦去了自己的鼻血，然后就坐在一旁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乔洛逐渐开始进入发情期。其实他可以直接标记，但他确实抵不住乔洛这样浓度的性激素，身体很难受，尤其是腺体的部位像是要炸了一样，但这一切他都会忍耐下去。这样等待也是在适应。乔洛意识逐渐模糊，眼神开始迷离，但他一直掐着自己的手掌，让自己的头脑保持短暂的清醒。他释放着更多的性激素，希望能够让霍云生像那次一样直接倒地。但这次霍云生即使不停的流鼻血，却真的挺住了。乔洛逐渐有些绝望，他后悔自己刚刚明显已经小心，但还是踩了圈套。他就不该对霍云生存有那一丝善心。霍云生看着差不多了，俯身压下来，他也释放出性激素来试图和乔洛的性激素缠绕在一起。乔洛已经习惯了原彻的性激素，现在对另一个 Alpha 的信息素质剩下排斥，他不自觉流下眼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敲响，霍云生动作顿了一下，但紧接着他就将乔洛的衣服一扯，对着那块脆弱的腺体咬下去。当霍云生尖利的牙齿碰触到乔洛后颈的那一刻，一股浩瀚庞大的精神力扫荡开来，霍云生整个人一下被击飞。Alpha 的精神力不仅不会攻击到自己的 Omega， 还会提供保护，所以乔洛瞬间就知道是原彻来了，身体骤然放松。乔洛彻底陷入到了发情期中。原彻收到乔洛的信息时，就立刻回复，让乔洛不要轻举妄动，保护好自己，自己马上过去。但他却迟迟收不到乔洛的信息，所以原彻加快速度赶过来，好在没有更晚一步。但当他进了乔家，看到沙发上的乔洛时，还是抑制不住心疼和怒气，精神力化成利刃，向霍云生的方向飞去。本就因为撞击而嘴角流出鲜血的霍云生更是闷哼一声。原彻将乔洛抱起来，对后面跟进来的薛燕和陆平说，把他带回去，等我出来再处置。是，殿下。原彻这下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乔洛的身上，乔洛靠在他的怀里，正在不断蹭着他的胸膛，将人抱进了卧室。原彻想把乔洛放在床上，但乔洛却抱着他不撒手。阿彻，刚叫了一声原彻的名字，就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努力睁开眼睛挣扎起来。霍云生，你放开我！原彻连忙拍了拍他的背，轻声哄道，洛洛别怕，我来了。阿彻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原彻将乔洛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没事了。乔洛放下心来，但身体的温度却是不断攀升，因为原彻的信息素，他暂时有些清明。阿彻，你可以标记我。乔洛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说到最后，原彻几乎听不清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原彻也懂了乔洛的意思。洛洛，放心吧，一切都交给我。原彻用精神力将周围罩了起来，随即他释放出信息素，明明是带着寒意的冰雪，但落在乔洛身上的时候却格外清冽温暖。乔洛这株小小的药草舒适的伸展了身体，迎着风雪而立。AO 的交缠始于信息素，经过身体，最后再进入灵魂深处。当 Alpha 尖利的牙齿刺入到 Omega 的腺体中去的时候，乔洛的身体不由自主的紧绷。紧接着，信息素注入，乔洛的身体开始发颤，他像是被野兽压制住的猎物，只能在对方的利爪尖牙下瑟瑟发抖，因为疼痛发出闷哼声。但除了疼痛，还有其他的感觉，那是一种徜徉在冰雪世界中，身体却极具温暖的舒适感。因为这个标记，乔洛更加依赖原彻，他抱着原彻不撒手，甚至是主动奉上亲吻。这样的诱惑下，原彻当然是抵不住的。原本只想给乔洛一个标记，但发情期的 Omega 简直是磨人的小妖精。与上次不同，这次也许是因为和原彻已经确认了关系，不再那么见外，所以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需求，抱着原彻的脖颈阿彻阿彻的叫，直直的填到了原彻的心里去。因此原彻也压抑着自己作为 Alpha 的野性和控制欲，动作声音都极具温柔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乔洛几乎都要昏睡过去，但原彻还是没有结束。乔洛刚动一下，想挣扎着逃离，但却被原彻按住腰肢。别动！原彻的声音满是隐忍，额头上的汗水滴在了乔洛的雪白的脊背上。不想我终身标记你的话，就别动。终身标记意味着什么？每一个 Alpha 和 Omega 都格外清楚，那是比婚姻更重要的身体上的一种契约。Omega 一旦被 Alpha 标记，他终身都只能和这一个 Alpha 在一起，他们将互相影响，互相纠缠，至死不休。一夜过去，乔洛醒来，发现两人赤诚相见的贴在一起，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，乔洛不由脸红，但这次他却没有急着离开，他静静地看着原彻的脸，信息素让他格外有真实感，他确实和这个活着的神话在一起了。乔洛还想伸手触碰原彻挺拔的鼻梁，却被原彻的突然开口吓了一跳。醒了。下一瞬，原彻睁开眼睛，湛蓝色的眼睛在淡淡的日光下映出璀璨的光芒。乔洛一时看得入了迷，修长的手指移到原彻的眼睛下，
袁彻眨了一下眼睛，抬手握住了乔洛的那只手，随后放在唇边亲了一下。洛洛，早安。乔洛抽回了自己的手，盖好被子。袁彻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不。乔洛朝袁彻笑，没有，有点那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刚说完，袁彻想起这是在乔洛的家，他只能问乔洛家里有什么菜吗？有，冰箱里有。哦，对了，平平安安。袁彻摸了摸他的头，昨晚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们挪去了客厅，粮食和水都放好了，还有玩具。乔洛抱住袁彻，阿彻，有你在，我真的很安心。对了，还有霍云生呢，放心吧，已经把人关起来了，等这边结束了，我再去处理他。发情期还有几天才能结束。乔洛正想着自己这样会不会影响袁彻的正事，下一刻袁彻突然脸色一变，洛洛，我好像……怎么了？我的易感期好像来了。易感期撞上发情期，想想都知道是怎么样的天雷勾地火。为免两人陷入信息素控制，袁彻提前做好了一堆吃的，还让薛燕准备了许多营养剂，填饱了肚子。趁着这会儿两人还清醒，所以他们都赶紧处理了一些工作。乔洛将实验进度和计划完善了一些，并将这些发给何真和陈无忧。三人群里，何真和陈无忧都有些意外。何真，怎么忽然发了这些？难道你之后没法去实验室了吗？乔洛打算解释一下，不过陈无忧先他一步，肯定是和某位 Alpha 有事。乔洛删除了对话框里面的字，干脆直接发了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包。何真和陈无忧也接了几个，乔洛忍不住笑起来。关闭光脑，他突然发现原本正在处理公务的袁彻此时正在盯着他。袁彻看向他的目光一直是温柔的，但这个时候袁彻那双湛蓝的眼睛中却是充满着占有欲，让乔洛察觉到了一点危险。这就是袁彻易感期的样子吗？乔洛不自觉的有点想后退，只是他刚往后挪了一点，袁彻就猛然上前，一双长臂将他抱在怀里，紧接着就是一个吻。乔洛震惊的睁大眼睛，没想到袁彻这种时候竟然这么猛烈，他来不及做任何反抗，只能不断从间歇时获得一些氧气。许久之后，乔洛才被放开，但也只是不再接吻，他依旧被按在袁彻的怀里。袁彻紧紧抱着他，嘴里不停叫他的名字，洛洛，洛洛，你喜欢我吗？乔洛也耐心的回答他，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但易感期的 Alpha 由于某种激素水平上升，极度缺乏安全感，他要乔洛抱紧他，要乔洛亲口说不会离开他，就像是一只粘人的大狼狗，呜呜咽咽，抱着主人不撒手。刚开始乔洛还能安抚一下袁彻，但很快他的又一波情期来临。乔洛腻在袁彻的信息素里，任由袁彻抱着他不撒手。好在袁彻虽然是易感期，但是还记得喂饱自己的 Omega， 时不时带乔洛补充一下营养，然后继续把人禁锢在自己的身边。又挨了一波过去，因为出了一身汗，而且身上黏黏腻腻的，很不舒服。乔洛趁着袁彻休息，去浴室洗漱，温热的水流从身上流过，带来一种舒适感。乔洛躺在浴缸里，享受着这一刻的静谧。然而他还没泡上几分钟，浴室门突然被一阵精神力荡开，对上门口那双蓝的发绿的眼睛，乔洛不由浑身一颤。阿彻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袁彻盯着乔洛，进了浴室，还随手关上了门。他站在一旁，声音还有几分委屈，你不见了，我找不到你。洛洛，我要时时都能看着你。对着这样的袁彻，乔洛已经有了经验，他朝袁彻笑了笑，然后声音温柔的哄小孩似的说，好，那你坐在那边的小椅子上等我，好不好？袁彻却很聪明，他摇头，不好，然后脱了自己的衣服，在乔洛的惊愕中也挤进了浴缸。乔洛往角落里缩，阿彻，这里面太挤了，你听话，等我出来了再进来好不好？袁彻歪头，一脸不解的看着他，可是如果你不在里面，我为什么要进去呢？乔洛还要说什么，袁彻却不给他机会了。高大的 Alpha 动作迅速的进了浴缸，导致浴缸的泡泡都漫出去了。于是乔洛再次落在了袁彻的怀里。这次的发情期可谓是乔洛最累的一次，他这边一波发情期结束，还没喘口气，袁彻那边易感期就占了上风，你来我往。袁彻倒是越来越精神，乔洛最后连动一根手指都觉得费力。等到两人的发情期都过去，乔洛终于松了口气，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一天之后。乔洛做梦都还被禁锢着，清醒过来之后，习惯性的伸手往旁边一捞，却发现没人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向身旁，才发现袁彻不在。经过了几天的缠绵，乔洛不自觉的对袁彻产生了依赖，他想立刻找到袁彻。于是乔洛起身下床，但没想到自己这几天实在是身体使用过度，脚刚踩到地上，腿一下就软了下去。本以为自己就要摔倒，但只是一瞬间的功夫，袁彻就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血的气息笼罩全身，让乔洛感受到了安全感。乔洛没有摔倒，而是被袁彻护在了怀里。怎么摔倒了？乔洛有点不好意思，腿有点。袁彻将人抱起来，直接往出走。乔洛吓了一跳，双手环住他的脖颈，问他，你要抱我去哪里？刚做了点吃的，本来就是来看看你
你醒了没有？到了餐厅，乔洛看到了袁彻做的一桌子菜，眼睛一亮，哇，看起来好棒啊！乔洛本以为袁彻会放自己坐下，但没想到袁彻竟然直接抱着自己坐下，等于他坐在了袁彻的腿上。乔洛挣扎了一下，袁彻环住了他的腰，椅子上硬，怕你不舒服，就坐在我的腿上吧。恍然间，乔洛还以为袁彻还处在易感期的袁彻粘人，但在某方面却很像个流氓，常常做出一些令乔洛想不到的举动。抱着他坐在这里，其实也不算什么了。乔洛知道袁彻不准备放他下去，也不再挣扎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干脆就坐在这里慢慢吃。不够那边还想吃什么也可以告诉我。乔洛点点头，一口一口吃着。见袁彻只是看着他，他问袁彻：“你吃过了吗？”这话刚说出来，他就想撤回，因为袁彻身上穿戴整齐，看起来就像是出过门。这个点了，肯定是吃过了的。袁彻便回答道：“我吃过了，刚刚出去了一趟。至于霍云生，已经送上法庭了。”送上法庭？乔洛既惊讶又担心，他父亲毕竟是上将，这样做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不会，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。霍云生虽然被养歪了，但霍上将拎得清。乔洛抿了抿唇，说道：“那天其实本来也许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还是警惕心不够，才踏进了陷阱。没事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下次就不会了。”乔洛想着想着，突然想起已经过了这么多天，他的实验还不知道进行到哪里了。他立马打起精神，快速填饱了肚子，联系何真和陈无忧。袁彻见他这么快就投入工作，便抱着人到了书房：“你先在这边办公吧，我那边也有点事情，不过建议你今天不要去实验室。”乔洛疑惑的抬头：“为什么？”袁彻轻笑一下：“你去照镜子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袁彻去另一边处理公务，乔洛走到卫生间，不照镜子还不知道，一照乔洛才发现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么的一脸春意。他穿着睡衣，虽然包裹的算是岩石，但裸露出来的肌肤上能看到清晰的红痕，主要是他的唇也微微红肿，眉眼之间那掩饰不住的春情，任是谁都能看出来。他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？恐怕一去，何真就会说他受到了 Alpha 的滋润，就是不一样。这样子确实是去不了，只能今晚借助治疗仪什么的来消除一下痕迹。乔洛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这时候又意识到自己周身不仅有自己的信息素，还有袁彻的信息素，甚至袁彻那股霜雪的味道都要掩盖住了他本身的信息素，这绝对是去不了的。别说去实验室了，出门都不行。乔洛只能让何真和陈无忧把最近的实验数据和进度发给他，他来记录学习一下。书房里，两人各自安静的处理工作，无论是袁彻还是乔洛，都是一工作起来就忘了时间的人。等到处理完最近的实验，乔洛才伸了个懒腰，舒展一下身体。只是他一转头，发现袁彻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在看着他。乔洛动作顿住，看向袁彻的眼神中写满了问号。袁彻眨了一下湛蓝的眼睛，说：“愿意和我订婚吗？”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“我刚刚在问你愿不愿意和我订婚。”袁彻说着起身走过来，他俯身一手捧着乔洛的下巴：“愿意吗？我们已经互相标记了。”互相标记这个词乔洛倒是第一次听说，难道说袁彻的腺体也能被标记？哪有 Omega 标记 Alpha 一说呢？袁彻点头温声说道：“我在你的腺体上标记，而你在我的心里标记。”乔洛的心怦然一动，脸颊和耳根迅速开始泛红。原来是这样，袁彻怎么还会说情话啊？乔洛觉得自己虽然是 Omega， 但是也不能总是等待袁彻主动，既然认定了对方，他也应该拿起向前走的勇气。乔洛深呼吸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我愿意，但是现在在外人眼里，我不是和慕容颖在一起吗？我们要怎么订婚啊？”袁彻挑眉道：“你和慕容颖可以在一起，也可以分手，反正现在你是我的，我想和你订婚，谁都拦不住。”袁彻将他们要订婚的消息散播了出去，众人哗然。帝国活着的神话，太子殿下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怎么不出现则已，一出现就是这么劲爆的消息。而且太子殿下的另一半，按理来说也应该是响当当的贵族 Omega， 容貌家世都是上乘，什么第一美人、第一 Omega， 但这乔洛是谁？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 Omega 啊！众人都去你问我，我问你，打探这个 Omega 到底是什么来路。乔洛的家境也没什么遮掩，他在研究所正正经经上班，也是考上的，所以只轻松一调查，大家就知道这个 Omega 只不过是个落魄的贵族。这样一个人，唯一的优势就是考上了研究所，但依旧配不上众人眼中的太子，所以这条消息一下子在新网上炸开。紧接着就有更多的知情人爆料，说乔洛的信息素有多么的难闻，说乔洛的 Omega 等级是多么的低劣。一时之间，因为他人的羡慕嫉妒恨，或是有心人的煽风点火，乔洛几乎在新网上成了众矢之的。当时袁彻说要发布他们要订婚的事情时，乔洛就预想到了这一天，但亲眼看见自己被这些陌生人这样否认，看到那么多配不上的字眼，说心里不难过那是假的。乔洛，那些人说的你别搭理，他们就是嫉妒你。何真观察着乔洛的脸色，
安慰乔洛。乔洛看着何真欲言又止，何真立刻知道乔洛这是在为什么而难受，他下一秒就开口道：别管他们说的什么配不配，别说我觉得你顶配，就算有人说不配，那也轮不到他们来说。太子殿下这么喜欢你，要是他们真的为殿下好，就不应该这样。乔洛点点头，抱住了何真。何真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抱完之后，乔洛将光脑放在一边，不再看那些网友的言论，打算最新实验。然而还没投入多久，就听一旁一直跟网友对战的何真突然发出一声尖叫。乔洛看向他，何真连忙拉着他：乔洛，你快看，你家太子殿下果然下场替你出气了。乔洛愣了一下，随即拿过了何真的光脑。袁彻在发布订婚消息之后，又发布了一条消息：乔洛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，我不希望我的未婚夫被大家欺负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的未婚夫很优秀，我将让有关部门抓捕故意造谣抹黑我未婚夫的人，希望大家好自为之，可以不祝福，但是请懂得尊重。这条消息一经发出，就热度爆表，一举成为了热度最高的话题。虽然有很多无脑跟风的人，但是也有很多头脑清醒的人，他们夸赞袁彻有作为 Alpha 的担当，也有为乔洛说话的，说殿下能看中的人一定有不同之处。袁彻发话了，这下再没有人敢发布一些乌烟瘴气的评论，网上的画风也渐渐有了转变，由都不看好变成了默默祝福。乔洛看到这些，想的是以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，让他的实验成果造福人类，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说他配不上袁彻了。乔洛更是有了动力，这次放下光脑，连实验效率都提高了不少。但事情总是一件接着一件，这边网上的事情才解决，紧接着皇帝的传召再次发送到了他的光脑上。乔洛看着那传召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，袁彻之前有跟他说过，恐怕这消息传出去后，皇帝就是最先做出反应的人。现在一看，果然乔洛也没怎么惊慌，跟袁彻发了消息之后，更是得到袁彻的回复后，乔洛就淡定的开始换衣服。何真在一旁看着，不由说道：乔洛，我感觉你现在变了很多。哪里变了？你比之前更稳重了。何真啧了一声，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要去议事厅，慌张的不行。乔洛自己倒是没觉得，他说去多了也就是那样了。换好了衣服，乔洛出了实验室，袁彻就等在那里。皇宫内离得近，倒是不用坐飞行器，两人并肩行，走向那个乔洛去了几次的地方。两人牵着手，乔洛不禁说道：好像我每次去那个地方都跟我的婚姻有关，定下婚约，解除婚约，现在又是定下婚约。袁彻说道：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因为以后不会再有解除婚约了。乔洛侧头看向袁彻，是吗？那万一你以后不喜欢为了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一天，是个让人满意的答案。不过乔洛说道，也不一定，也许是我先不喜欢你。袁彻突然顿住脚步，他牵着乔洛的手微微用力。不行。乔洛笑起来，好啦，我开玩笑的，我们都不会变心的。两人边走边聊，到了议事厅，皇帝已经端坐在上位，袁彻带着乔洛向他行礼，起来吧。皇帝一脸审视的看着两人，让他们坐下后，皇帝像以前一样直接无视乔洛。他看着袁彻问道：你在新网上发布的订婚消息是真的吗？是。这孩子上次来不是还和慕容颖在一起？是。不过我之前就对他一见钟情，一听他和慕容颖分手了，我就开始追求他，一个霍云生，一个慕容颖，又一个你，乔洛。皇帝这才看向乔洛，你的魅力不小啊。乔洛抿了抿唇，说道：陛下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Omega。皇帝笑了笑，我看你可不普通。不过袁彻，你不是……不等皇帝继续说下去，袁彻便变了表情，直接开口：父皇，我单身了这么久，根本没有 Omega 能近我的身，现在就是乔洛也。说着，袁彻叹了口气。乔洛知道袁彻这样表现的意思，他也说道：虽然不能和殿下更，但是只要能和殿下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有时候话说一半，对方就已经很明白了，而且某些时候缺失的那部分不说出来，还有加强效果。皇帝看了看他们，我们皇室也没那么讲究父母之命，门当户对，你们只要相爱就可以在一起，我不会多说什么。不过这件事，袁彻你做的不对，我毕竟是你的父皇，你想和乔洛订婚，也应该先来找我，而不是让我被动的来传召你。袁彻虚心接受，是。说到这里，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皇帝起身道：既然你们订婚了，我也该送你们订婚礼。这骤然得知，准备的也匆忙。皇帝招了招手，一旁的亲卫便双手捧着，奉上一个盒子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晶莹剔透、散发着微弱蓝光的宝石。这萤石虽小，但意义非凡，当年是你母亲送给我的，如今我把它送给你们，也算是传承了。袁彻不动声色地接过礼物，多谢父皇。皇帝点了点头，祝你订婚快乐。应付完了皇帝，袁彻牵着乔洛出门。乔家虽然依然落魄，但乔洛也知道哪里有人送礼送萤石的，就算这萤石的颜色也算稀有，但帝都附近的星球就有萤石矿，说难听点就是不值钱，也不贵重。至于皇帝所说的意义非凡，乔洛看向袁彻，袁彻也知道他想问什么。这萤石确实是我母亲曾经送给他的，
但是他不配，如今拿回来也是应该的。乔洛为袁彻不平，阿彻，为什么？他明明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也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还这样的优秀，他怎么会这样对你？袁彻是有继母，但是这继母也膝下无子，怎么说也不该对自己唯一的儿子这样不看重，除非……乔洛心里震惊，袁彻勾起唇角看向他，所以说细想一下都能猜到，他偏偏以为没人会知道。乔洛不可思议的小声问袁彻，他不会真的有什么私生子吧？从前我也不相信，但很显然，不相信的话，这一切说不通。不过别担心，他自以为是的一切，未来都会砸在他自己的脚上。从前只一心研究实验，乔洛从来没有觉得帝国会有什么危机，可现在他心里却逐渐有了危机感。有能力守卫帝国的人，一个个都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。现在坐上上将位置的人，甚至是连战场都没上过的，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海面，看似平静，其实波涛暗涌，马上要酝酿出一场极大的风暴。袁彻最近总是很忙，联系起之前袁彻说的最近虫族蠢蠢欲动，乔洛握紧了袁彻的手，阿彻，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自己。袁彻同样紧紧地握住乔洛的手，你放心，那些事我会处理好，不过现在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你来和我共同完成。乔洛问他什么事？两人已经走到了空无一人的小巷，用精神力探查过周围没有人。袁彻在乔洛的脸颊上亲了一口，笑着道：准备我们的婚礼。